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5章。鲁莱塔·比尔一言，立见其效。我和鲁莱塔·比尔沿着斯坦格森先生广阔庄园的围墙走了几分钟，已能望见入口的铁栅门时，我们的注意力被一个人的出现吸引了。那人正俯着身子，似乎在查看地上的什么东西。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以至于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到来。他时而弯腰俯身，几乎要趴在地上；时而仔细审视围墙，时而看看自己的右掌心，然后迈开几步，跑起来，接着又看掌心。鲁莱塔·比尔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停下脚步，别出声。嘘，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正在工作，我们别打扰他。约瑟夫·鲁莱塔·比尔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探长钦佩不已。我从未见过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本人，但关于他的事迹我早已如雷贯耳。他曾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侦破了铸币厂金条失窃案，并成功抓获了环球信贷银行保险箱的劫匪。这些功绩为他赢得了赫赫声名。在那个鲁莱塔·比尔尚未展露其独特才华的年代，拉尔桑被公认为破解各类最神秘、最黑暗罪案的顶尖高手。他总能理清那些错综复杂的线索。他的名声远扬四海，伦敦、柏林乃至美国的警方，在本土警探们自认想象力匮乏、黔驴技穷之时，也常常向他求助。因此，毫不奇怪，当黄色房间之谜案发伊始，治安总署署长便想到了给他这位德利甘将发电报。当时，拉尔桑正因一桩重要的失窃证券案被派往伦敦，电报上写着“速归”。治安总署的人都称他为大弗雷德。我们想，他深知若非万不得已，绝不会有人打扰他，所以他必定是火速赶回来的。正因如此，那天早上，鲁莱塔·比尔和我才会看到他已投入工作。我们也立刻明白了他在做什么。他右手掌心里不停看着的是一块表，他似乎正忙着计算分钟。随后，他跑到公园的铁栅门前，又看了一眼表，将表揣进口袋，带着沮丧的神情耸了耸肩，推开栅门，走进公园，再用钥匙把门锁上，然后抬起头，透过栏杆看见了我们。鲁莱塔·比尔朝栅门走去，我紧随其后。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正等着我们。弗雷德先生，鲁莱塔·比尔脱帽致意，流露出这位年轻记者对大名鼎鼎的警探发自内心的深深敬佩之情。您能告诉我们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此刻是否在城堡里吗？他的一位来自巴黎法庭的朋友希望能与他谈谈。我不知道，鲁莱塔·比尔先生。弗雷德回答，一边与我的朋友握手。他们曾在几桩棘手的案件调查中合作过，我没见到他。门房肯定能告诉我们，鲁莱塔·比尔说着，指了指一间门窗紧闭的砖砌小屋，那无疑是庄园忠诚守护者的住所。门房无法告知您了，鲁莱塔·比尔先生。此话怎讲？因为他们在半小时前被逮捕了。逮捕了？鲁莱塔·比尔惊呼道，难道他们是凶手？弗雷德里克·拉尔桑耸了耸肩。找不到凶手的时候，他带着十足的讽刺口吻说道，抓几个同谋来顶罪，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嘛。是您下令逮捕他们的吗，弗雷德先生？不，绝不是我。首先，因为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与此案无关。其次，因为什么？鲁莱塔·比尔急切地追问。因为没什么，拉尔桑摇了摇头说。因为根本没有同谋，鲁莱塔·比尔提示道。拉尔桑猛地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位记者。
啊哈，看来您对这案子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然而，您还什么都没亲眼见到呢，您甚至还没进去过。我会进去的。我表示怀疑，有严格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如果您能让我见到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我就能进去。看在老交情的份上，帮帮忙吧，弗雷德先生，我求您了。还记得我写的那篇关于您侦破金条案的精彩报道吗？拜托了，我只想和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说几句话。此刻鲁莱塔比尔的表情着实滑稽，他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抗拒的渴望，想要跨过那道门槛。门后正发生着某种离奇的神秘事件。他不仅用眼睛和嘴巴，甚至用整个身体在恳求，那样子是如此恳切动人，以至于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也和我一样，无法保持严肃。然而，栅门那边的拉尔桑却不慌不忙地把钥匙又放回了口袋。我仔细打量起他来。他约莫50岁上下，头部轮廓优美，头发花白，肤色暗沉，侧脸线条硬朗，前额突出，下巴和脸颊刮得干干净净，未蓄胡须的嘴唇线条分明。他那双又小又圆的眼睛，会用一种探究的目光盯着你，既令人惊讶又使人不安。他身材中等，体型清瘦，整体看来优雅而友善。他身上丝毫没有普通警察的粗俗气。他以自己的方式算得上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他对此心知肚明。他似乎颇为自负，他谈话的语气带着怀疑和幻灭感。他那奇特的职业使他见识了太多的罪恶与卑鄙行径。倘若这些经历没有使他的情感变得有些冷酷，用鲁莱塔比尔那奇特的说法，那才叫不可思议呢。拉尔桑听到身后传来马车驶近的声音，便转过头去。我们认出那正是先前在埃皮奈车站接走预审法官及其书记员的那辆双轮马车。瞧，拉尔桑说，您不是想和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谈谈吗？他这不就来了。双轮马车已停在栅门前。罗伯特·达尔扎克催促拉尔桑开门，说他非常着急，时间紧迫，要赶去埃皮奈搭下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就在这时，他认出了我。拉尔桑开门的时候，达尔扎克先生问我，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格兰迪耶这悲剧发生之地来了？我这才注意到，他脸色惨白的吓人，脸上刻满了无尽的痛苦。斯坦格森小姐好些了吗？我立刻问道。是的，他说，也许能救活她，他们必须救活她。他没有说出他不会死的，但我们能感觉到这几个字就在他那毫无血色的嘴唇边颤抖。鲁莱塔比尔这时插话道：“先生，我知道您赶时间，然而我必须和您谈谈。我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告知您。”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打断道：“我可以离开了吗？”他问罗伯特·达尔扎克：“您自己有钥匙，还是想让我把这把给您？”“不，谢谢，我有钥匙，我会自己锁门的。”拉尔桑快步朝城堡走去，那座雄伟的城堡矗立在几百米开外。罗伯特·达尔扎克眉头紧锁，显出不耐烦的神色。我向他介绍了鲁莱塔比尔，称他是一位极好的朋友。然而，当他得知鲁莱塔比尔是记者时，达尔扎克先生带着责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随后便道歉说他必须在20分钟内赶到埃皮奈车站。到了生别，便扬鞭催马。但令我大为错愕的是，鲁莱塔比尔竟一把抓住了马的缰绳，用有力的手勒停了那辆小马车，同时说出了下面这句在我听来毫无意义的话：冒号，
神父住所魅力未减，花园景致光彩依然。鲁莱塔比尔话音刚落，我便看见罗伯特·达尔扎克身子一晃，他本已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煞白。他惊恐万状地盯着年轻人，随即带着难以形容的激动神情，立刻从马车上跳了下来。走，走，他结结巴巴地说。紧接着，他带着一股近乎狂怒的语气继续说道：“走吧，先生，我们走。”他一言不发地掉头朝城堡方向走去，鲁莱塔比尔则始终牵着马跟在他身后。我试图与罗伯特·达尔扎克说几句话，但他置若罔闻。我用眼神询问鲁莱塔比尔，他却不理睬我。